同门小师弟打电话求我飞刀帮他的患者做个手术，我答应下来，并且收了3000块钱的差旅费。手术很成功，患者和我都很高兴。没想到出院当天，患者家属放出了偷录的视频，声称要曝光举报。我妈在手术室里躺着，她堵在门口说不给红包就不开始手术，我能不给吗？为了不留下证据，还要求必须是现金，转账都不行。整整3000块，我妈种1年的粮食都卖不了3000块，公开索要贿赂红包。现在的医生就是这样的医德吗？我气得发抖。3000块连他们去大城市求医的路费、住宿都不够，更何况排我的号。半年后，他妈旧病复发，需要再次手术。师门上下义正言辞，我们不接飞刀手术。这天我刚做完一台手术，小师弟给我打来电话，师兄，我们科收进来一个60多岁的病人，自身有不少基础病，我不太有把握。小师弟向南是我们老师的关门弟子，因为人帅嘴甜，特别受师傅师娘喜欢。他说想离爸妈近一点，方便照顾，也为了回报家乡。毕业以后回了家乡小县城，在县医院里当医生。县医院医疗设备和技术都相对落后，加上小师弟毕业时间不长，临床经验不够，有些手术不敢做，平时他也会偶尔找我们帮忙。我嚼着嘴里的面包，你把他详细病历发给我看看。微信上很快传来消息，师弟简单说了一下病人的情况，包括各种检查的结果，问题不算棘手。我答应下来，那你让他来我们医院吧，到时候我给他安排床位。小师弟支支吾吾，他家条件不好，家里还有个癌症的老头，夫妻俩为了看病，家里都快卖房了。你的号多难等呀，要是来北京挂你的号，路费住宿费是一大笔支出，先不说，我怕他的腿也受不了这么来回折腾。师兄，你能飞过来帮忙一下吗？我看了看日子，不行，连轴转了好几周，这周末我要陪女儿，已经答应她了。想了想，我给出另一个方案，那你让她去你们省会的3甲，这手术虽然难度不低，但也不是全国只有我能做，没必要非得排我的号。小师弟穷追不舍，别人做的哪有你的好呀，师兄，况且去省会也要路费住宿费。师兄，求你了，你也不想我搞坏了老师的名声吧？连路费都要替患者省，我是真有点被师弟逗笑了。不过一旦被他搬出老师，我知道不答应也得答应了。前一秒拒绝，后一秒他就会把电话打到师娘那里，最后老师还是派我去，屡试不爽。没办法，谁让他好看嘴还甜。最后我把时间压缩，答应小师弟礼拜5晚上飞过去，周6一早手术完再飞回来。一落地，向南就已经等着了。他一边介绍病人的情况，一边给我看详细的病理片子。说实话，手术难度不大，但是对于师弟所在的县城就另当别论了。外科尤其是膝关节是我们老师的主研方向，我们师兄弟几个也算是相关方面业界翘楚了。这个病人的情况，他们县医院估计只有向南勉强能做，但是这个病人还有不少基础病，综合下来，向南的把握也不大。换完无菌手术服，我带着向南和其他几个想参观见习的当地医生准备进手术室，却在手术室门口被患者家属拦了下来。何医生，这是向医生要求的3000块钱，我已经带来了。按你们说好的，都是现金，我刚在医院门口现取的，您数数对不对？要是不够的话，我再去取。说着，患者儿子赵福安就要把一沓现金往我手里塞，红艳艳的100元钞票在他手里一张张排开，像把小扇子。我连忙缩着手后退，现金很脏，手术结束再给我吧。赵福安却置若未闻，一边把钱塞到我怀里，一边语气焦急，谢谢何医生，他们都说我妈的手术这里做不了，要去大城市，要不是你和向医生，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妈就在里面躺着，您先收下我才能放心等啊。我看着被蹭到的手术服皱了皱眉，正要发火，向南连忙打圆场，低声道，算了师兄，他也是担心他妈妈，你就先收下吧，不然估计这几小时他都不能安心。反正衣服已经脏了，收拾了一起换。我板着脸接过钱，回去重新消毒换手术服。幸运的是手术很成功，向南一边帮忙收拾器械，一边拍着马屁，还得是师兄出马，我肯定做不到这么精细，不愧是业内大拿。我面上不显，心里还是暗爽的，这小子醉就是甜。我笑骂着摘下手套，好了，我等下就回去了，你小侄女还在家等我，不留下吃个饭再走吗？我让我妈做拿手菜。我摆摆手，不吃了，吃完真的赶不上飞机了，等下她又跟我闹，一起去食堂对付一顿就行。向南一脸遗憾，送我到机场的时候拿出一盒卤味，本来是打算吃完饭让你带回去的，我爸着急忙慌送来，现在师兄你只能在飞机上慢慢啃了。向南的妈妈卤得一手好卤味，尤其是鸭掌和卤牛肉。当初上学的时候，每次返校都带一堆给大家吃，师兄妹们都没少吃，别说还真有点想了。我笑着接过去上了飞机。周日上午，院长的电话把我吵醒。休息难得，非工作日我们都是默认，除非火烧眉毛，否则不打电话。这个时候接到电话，必然是紧急的手术了。我一边脑补着危急事故，按下接听键，一边伸手套衣服。
没想到院长的语气不似着急，却是凝重。老何，你是不是昨天去外诊了？我套了一只袖子的手顿了下来，点点头，想到他看不到，又应了一声对。这下我不由得疑惑起来，难道是昨天的患者出什么事了？不过是一个关节手术，这种程度对我来说驾轻就熟，何况手术很成功，按理说不应该啊。况且就算患者出事，也应该是向南来通知我，怎么会是院长？老何呀，你被人举报了。我心下一惊，立刻退出通话页面，打开了院长发过来的视频，点赞数很高，评论也不少。视频里正是我昨天在县医院手术室门口的场景，主人公视角的视频里环视了一圈手术室，最后在门口把一叠现金递给穿着手术服的我。整体视角偏下，镜头多是从腰腹位置扫上来，一看就是偷拍的。毫无疑问，偷拍的人就是昨天患者的儿子张福安。一会儿过的，镜头照到了我和几个医生的脸，虽然不是高清的，但是熟悉的人多少能认出来。他自己倒是一点没拍到，还给视频配了话外音和字幕。昨天我妈在手术室里躺着，她堵在门口说不给红包就不开始手术，我能不给吗？为了不留下证据，还要求必须是现金，转账都不行。没办法，我只能立刻去医院门口取钱，就怕耽误了我妈的命。整整3000块，我妈种1年的粮食都卖不了3000块，公开索要贿赂红包，现在的医生就是这样的医德吗？我们普通老百姓还有没有活路了？声声控诉，字字悲愤。一个关心母亲的孝子和一个揭露医疗内部黑暗的正义使者形象跃然纸上。如果我不是主人公之一的话，说不定我也会被打动。然而我现在正气得发抖，要是真赚了黑心钱，被举报我也认了。但是这3000块钱甚至不能算专家费，只能算差旅费。现在正值国庆小长假后，不仅机票住宿价格高，票还难订，向南挑来选去才买了一张勉强凑得上的时间。为了这台手术，大晚上一出医院我就直接赶去机场，连简单的行李都是我老婆给我送来的。以前也听说过有家长给孩子报补习班，学生毕业以后家长偷偷把老师举报拿回补习费的，但是说什么也没想到类似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退出视频跟院长说了声我马上过来，又立刻打电话给向南，响了一声就被接起来了。看来他也时刻守着。昨天那个患者怎么回事？向南的语气充满愧疚，对不起啊师兄，我真没想到他们会这样恩将仇报，是不是给你带来很大麻烦了？我捏了捏眉心，好了，事情已经发生，客套话就不要说了，你赶紧跟我讲讲具体情况吧。向南这才一五一十说起来。早上同事跟我说了视频这件事，我第一时间就去找了那家人。我本来想着赶紧在事情发酵之前让他删除视频，把事情压下去，这样应该问题不大。然后呢，向南做的确实没错，像我们这种公职单位，舆论发酵起来能压死人，到时候就算小事也会化大。最好的就是在一开始就解释清楚，和当事人协商沟通以后压下来。但是既然现在闹得连我们院长都知道了，想来事情没有按着向南预期的发展。向南犹犹豫豫，仿佛在纠结怎么开口。他同事小张一把抢过电话说了起来：何师兄，你简直不知道对面有多嚣张。早上我和小象去查房，他们本来按医嘱是要住1礼拜院的，结果我们去的时候，赵福安正在收拾东西，说要提前出院。我们问了2句为什么，他说昨天找了一天没找到昨天帮他妈妈做手术的医生，问是不是你收完红包就跑了。小象当时就气得不行，跟他讲你是北京来的专家，只管手术，后续的护理他会负责。结果赵福安当时就在病房里闹起来，说一定要你来跟进病情，见不到人就把红包钱还给他。小象跟他解释这不是红包钱，这是你特地飞过来给他妈做手术的专家费。赵福安骂骂咧咧说什么专家费，他只知道红包钱，要是不还钱他就去曝光。当时我以为他就是说着威胁，拉着小象就走了。况且这样难缠的患者早点出院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当时我还庆幸来着。没想到没多久就看到那条视频了。这么听下来，看来那家人早就计划着出院就把钱要回来，毕竟视频很明显是提前拍好的，肯定一早就有了准备。只不过没想到我做完手术就走了，估计是怕找不到人，万一到时候县医院不承认要不到钱，所以干脆提前出院，提前实施要钱计划。愿意给老妈做手术治腿，但是又为了3000块钱不顾刚做完手术的病人提前出院，真是可笑，也不知道到底是笑还是不笑。那你们后来见到了吗？对向南的性格我多少也是有点了解的，出了这种事他怕是比我还难受，肯定不会任事情发展。没第一时间告诉我，估计也是想着尽量自己先处理，能摆平的话就当没发生过，也就不让我担心了。小张医生继续开口，当然看了视频，我们去病房发现人已经出院了。小象立刻去找了赵福安家的住址，我们一起去了他家。说到这个，何医生他们家确实在村里，那个路又……好了，说重点。我打断小张医生，是这样的，我们到了村子里以后，打听着找到了他家。赵福安当时得意极了，说我们这还不是上门求他来了。
小象又跟他解释了一遍这个费用，但是他根本听不进去，一口咬定这3000块就是手术红包费，要是想删视频，必须把钱退给他。你们把钱退给他了？我声音骤然提高，连客厅正在收拾家里的老婆都把头探了进来，用嘴型问怎么了。我朝他摇摇头，示意没事。小张也被吓了一跳，声音逐渐变低。小象担心视频挂久了，热度上去对和师兄产生影响，当即就把3000块钱转回去给他了。虽然已经猜到了向南为了我肯定会退钱，但是听到还是气得不行。我跟电话那头说道：“继续。”本来我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毕竟钱也退给他了。赵福安也当着我们的面把视频删了，没想到回了医院，院长就找我们说赵福安又重新发了一条，这次还说视频是被我们医院举报下架的。这下舆论更大了，底下的评论群情激愤说我们医院只手遮天，欺压百姓。我眉头紧蹙，没想到赵福安手段这么深，把互联网玩得透透的。当初偷拍的那个视频就基本都是模棱两可的引导，用词也都扩大对立面，不怪网友反应那么大。那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朝对面问道。向南终于说话了，情绪低落，我们已经又回来了，马上就到他家了。这次我必须要看着赵福安把账号注销。我沉吟了一下，小张，我重新给你打视频，你等下全程不要挂电话，镜头尽量朝着对面。向南，你把手机视频和录音打开，偷偷拍，别放在显眼的位置，不要让他们看到。记住，我们不是去吵架的，前因后果讲清楚，早上给的3000块也讲清楚。没多久，向南和小张就到了，镜头里能看到赵福安就坐在自家院子门口，看来是算准了他们俩会再回来。向南一个箭步就上去质问赵福安：“我上午已经把3000块钱的专家费还给你了，你怎么出尔反尔，又重新上了视频，还说我们举报你？”赵福安扫视了一圈，见他俩没举着手机，也或许是他俩早上那一趟的没心眼让他放松了警惕。赵福安这才开口：“上午是上午，我都交过医药费了，你收了我的红包还给我，那是天经地义的。”我想了想，要想下架视频，那是另外的费用。都说了，不是什么红包费，是专家费。专家费，我们外科业内大拿何凡和师兄专程北京飞过来，这3000块不过是差旅费，要真按他的操刀费收1万都不够。小张医生适时补充道：“好，就当他是专家费。总之这3000块已经解决了。我说了，你要是想下架视频，那是另外的费用，这摆明就是要钱了。给多少你才愿意删？”向南问道。“哎呀，这不是协商吗？又不是我说了算，你觉得2万怎么样？”“什么？你疯了吧？”小张医生从来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仿佛一颗惊雷打在头上。2万块，我立刻把账号注销，或者把账号给你们也行。我保证以后绝不再提此事。我想医院的名誉应该不止2万块吧？给你们半天时间考虑，不然就算我想删也晚喽。热度你们都已经见识到了。赵福安说完又坐回了椅子上，翘着2郎腿，脸上尽显小人得志的样子。小张气得就要拉向南回去，向南却顿住了，朝着赵福安：“只要给了你钱，你一定会注销？”赵福安得意一笑，说到做到。向南就要掏出手机，我立刻出声喝止：“不许给他！向南才刚毕业1年，小地方工资低，他还经常帮没钱的病人垫钱，2万块钱不知道他要攒多久。”“师兄没事的，我有钱，这件事本来就是我。”向南还要挣扎，我加重了语气：“现在立刻回去！你要是给他钱，以后就不要叫我师兄。”“小张，带他回去。”小张原本就被气得不行，别说2万，2块都不想给，恨不得再踹他2脚。一听我的话，马上拽着向南的手往回走。赵福安原本听到第4个人的声音还惊慌失措，见我言辞拒绝，顾不上质问他们是不是在视频，气急败坏：“哼，不答应是吧？我立刻把视频发遍全网，看到时候你们是不是还这么硬气？”回程的车上，我让他们把视频和录音文件全都发过来。向南惴惴不安：“现在我们要怎么办啊，师兄？”“去报警。”小张疑惑地呀了一声。我点点头，直接开去警局，先报警，不管能不能立案，先留个备案。接下来的事情我来处理。挂了电话，我换了身衣服，去了医院。院长已经在我办公室等着了，一见到我立刻上来：“来，老何，你怎么才到？快看看怎么办？这视频热度是越来越高，好几家媒体都转发了。最可恶的就是那些营销号断章取义，夸大事实，连几年前其他医院收红包的屎盆子都剪辑了往你头上扣，搞得医院像是什么违法组织一样。现在好多评论都在查你到底是哪的。”“没事，我报警了。”我坐下喝了口水。“啊，这能行吗？不会愈演愈烈吧？”“原来或许不太行，但是现在有了赵福安的视频，那就一定行了。院长还在出谋划策，要不咱就冷处理。反正虽然你露脸了，但是拍得不清楚，他们只知道你姓何，不知道你是谁。要我说，咱就死活不承认。反正你出诊天天戴个口罩。老院长和我的老师是同学，当初刚进医院就是他一直关照我，现在出了事第一时间帮我出主意，比向南他们那个甩手掌柜院长可好多了。”我摇摇头，语气被动挨打：“
不如主动出击。虽然大多数同行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冷处理，退钱吃个哑巴亏，但是我手里有证据的情况下，可就不能吃这个亏了。收了红包才给做手术，真黑心啊！哎，现在到处都要靠关系，没办法，我儿子又生小，我都给老师塞了大红包。真的假的？楼上，我们这里老师禁止收礼，更别说钱了，留下证据直接举报到教育局，饭碗都没了。当然是真的，你看我这个 IP 就知道了，都是为了孩子。没办法，毕竟人情社会，大家都送我不送孩子就被区别对待了。我家也是从小学到高中送礼都送了不少，所以我相信医院送礼也是存在的。我看着视频底下各种评论，好坏参半。人们在不了解事实的时候，往往会自己臆想出很多东西，也就更容易被谣言牵着走。只要把事实摆出来，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不分是非的网友。公开透明才是必杀技。我直接将上午拍的视频截取重点部分放出来，原声原图，不带任何配音与文字，并且艾特了赵福安表明回应。同时视频后还附上了我在向南当地的县医院多点执业的备案截图，以及向南刚刚发回来的报案回执。虽然码去了个人信息，但是公章一眼就能确认绝非造假。视频一发布，我就找了各位媒体朋友帮忙转发，并且花了钱找了营销号扩散。毕竟都是要花的钱，给赵福安还不如给营销号。有了金币和朋友的多方加成，回应视频热度上升很快。有的网友甚至都还没刷到赵福安的污蔑视频，就已经刷到了我的澄清视频了。现在的网友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好糊弄了。果然风向一下子反转，很明显这是专家的飞刀费，根本不是什么红包费，我们都被当枪使了。楼上的是你被当枪使哦，我可从一开始就没信。毕竟谁家收红包收这么明显，还让人拍下视频。做完手术把手术钱要回去了，这不是放下碗骂娘吗？真缺德，也不怕遭报应。去大医院挂号排队等床位，3个3000都不止吧。哎，第一个刷到就是澄清视频，看来抖音把我判给你了，何医生，这就是实力。人家医生辛辛苦苦飞过来只要了3000块，简直做慈善了好吗？我爸当年做手术，4家一起拼叨叨都要5000块了。难道更严重的不是他敲诈勒索医生吗？竟然要2万才肯删视频，视频里这个姓向的医生好像有点帅。哪个医院的啊？我突然生了个小病。楼上加1，早点把向医生样子放出来，我知道谁对谁错了吗？不是。与之相对的是赵福安的评论区已经完全沦陷了，不仅全是指责他忘恩负义的，更有甚者附近认识的人刷到了他，直接揭了他的老底。这个赵福安我们镇的，早些年做生意赚了点钱就飘得不行，前2年听说生意不行了，又回来的，也没个正经工作，就靠他妈开着的一家面条店做点小买卖，逼得赵福安不得不关闭了评论区。他后续又发了几条视频，试图再次引导，可惜只是多被骂了几遍而已。最后赵福安灰溜溜地删掉了视频，注销了账号。那边我让小张带着警察上门调解。赵福安躲了几次想赖账，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最后还是将3000块钱要回来了。从头到尾我都尽量避免暴露自己的名字和医院，有些以前接诊过的患者或许对上号了，但是大家也都心照不宣的没有提，因此对医院并没有产生什么负面影响。这件事就这么唯有波澜的处理完了。向南当天激动的不行，特地调休了3天飞过来帮我庆祝。我顺便叫上了离得近的师兄弟和老师，大家一起聚一聚。向南一脸星星眼看着我，师兄你太棒了，你怎么想到要去注册登记多点执业？师妹立刻接话，小师弟你3天2头找我们帮忙，不提前做好准备，万一被坑了怎么办？师兄早就提醒过我们要做好备案了。我笑道，话说你这次揽了个麻烦，你们院长没怪你？向南撇了撇嘴，哪能不怪，都扣我绩效了。不过他说反正我们县就我们一个县医院，事情澄清了也就不影响院里了。我点点头，向南你也长点心吧，别什么人都帮了，都毕业1年了还跟缺心眼似的，每个月自费上班。老师不赞成的皱了皱眉，要我说还是小香最有赤子之心，你们都已经是老油条了。说着摸了摸向南的头顶，刚才还失落自责的向南立刻又变成一只快乐小狗了。见老头又开始护犊子，我们纷纷打趣着要老师请客。本来以为这件事就这么接过去了，没想到半年后我接到了小张的电话。何师兄，之前那个赵福安母子又来了。他们来做什么？之前小张跟我提起过赵福安母子的后续，当初他们恩将仇报，导致短期内都没有医生再肯去明安县飞刀，就算有了前车之鉴可以谨慎点不被拍视频，但是也没医生愿意为了几千块钱人冒险惹上麻烦。一时之间县里的人遇到了棘手一点的病，就只能花更多钱去市里或者去省会就诊，不仅至少2个人的路费住宿费要花出去，到了大医院挂号排队等床位都是一笔支出，病人还要折腾着赶路，导致个别病人看病比以前更不方便了。这时候他们想起了赵福安，这个让他们不能再有飞刀手术的人。
小象的爸妈见不得儿子受气，也狠狠宣传了一波这件事。小地方一传十，十传百，再没有人去他家的面条店买面条，小店也倒闭了。有几个不得不带着病患去大城市的家属，看见他家人就骂，哪天一怒之下还会特意跑到门口呸几下。小张给我八卦着，听说是赵福安母亲的腿旧病复发了，现在站都站不起来。今天一早他就带着他母亲来了医院，喊着要住院，要再次手术。你们收进来了？不收还能怎么办呀？我们也不能拒绝病患。隔着电话都想象出来小张撅着嘴，气愤又无奈的样子。他话锋一转又补充道，不过收是收进来了，但是我们也只能基础护理和保守治疗，谁敢再给他开一次刀啊？小张这么说倒也没错，他们医院本来就没有给赵福安母亲做手术的能力，更何况是开过一次刀的修补手术。不过我倒是也很奇怪，当时手术是我做的，我最知道状态，我很确定手术非常成功。按道理患者至少3、5年以后才会出现伤病隐疾，怎么会短短半年就旧病复发到站不起来的地步了？你帮我去详细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我嘱咐小张。得嘞，还是老样子，我给您开个视频。小张进了病房，老太太动过手术的膝盖肿的老高，正躺在病床上哎呦哎呦的叫着。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情况？小张拿了个本子开始问询，没想到赵福安不信任他，换个医生，我要之前没见过的。小张没办法，又去叫了同事。这下赵福安老实了，1、5、1时交代着，一直好好的。2个礼拜前开始，我妈就说感觉膝盖不太对，老是疼。本来想着可能是天气问题，没想到越来越肿。我看了看片子，之前放进去的金属关节明显错位了，要是日常走动，绝对不会到这个地步。最后在小张的再三追问下，赵福安的母亲说了实话，上个月他上山挖笋，背笋下山的时候背篓翻了，连人带笋摔了一跤。当时起来能走以为没什么时候，结果后来越来越疼，忍不住了才跟赵福安说。这下我彻底明白了，当初他们为了要钱急着出院，伤口本身就没有休养好，这半年也没有好好休息，还不遵医嘱干重活，背着重物摔跤了，这一摔导致原来装进去的金属关节错位，只能越动越疼。赵福安骂着他母亲，都跟你说了别干农活，别干农活，你背点笋能赚多少钱？你知道给你做手术要花多少钱吗？赵福安母亲一开始还自责内疚，后来挂不住脸了，开始反驳，还不是你整天没个正经工作，我们家面店也开不下去，我不干活全家喝风吗？我手术的钱都是自己出的，又没要你的钱，我正在担心向南听到这些会不会又同情心泛滥了。没想到母子俩吵了2句，一致将矛头对准了我们。当初这个手术就是在你们医院做的，现在出了问题，你们必须负责。就是你们必须把我妈的腿治好，否则我就去告你们。医生小李一脸无奈，这个手术难度太高，而且还是2次修复，我们医院没有人能做。我建议您还是早点转院去大城市，免得耽误病情。上次都能做，现在怎么不行？赵福安母亲梗着脖子嚷嚷，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了，还真以为医疗资源按闹分配呢。赵福安一拍桌子，之前给我妈做手术的那个医生呢，让他来，既然是他做的，那他就得包售后。小张扑哧一声笑出了声，你当时在淘宝上买东西呢，还包售后？母子俩不依不饶，我不管，收了钱做完手术拍拍屁股走人，出了问题不管，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就是，你们把他电话给我，我自己打给他，大不了再给他3000块钱。这下连我都笑出声了，真当自己皇帝呢，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小象和小李为了不和患者起冲突，还在尽量跟他解释着。我直接出声，行啊，你来北京挂我的号，我给你负责。众人把目光放向了小张手里的手机。赵福安母亲一脸不情愿，去北京多贵啊，那么远，光路费就要不少钱。赵福安也附和，就是凭什么去北京？你在这里给我妈做的手术就得回这儿做，难道你们医生都这么不负责任的吗？我妈的腿旧病复发，难道你没责任吗？谁知道是不是医疗事故？我要去揭发你们这些无良医院、无良医生。我摊了摊手，哦，那你告我去好了，反正病历和 CT 一应俱全，还有刚才自己摔倒的录音，告去哪里都不会赢得。见我态度强硬，比起另外几个医生油盐不进不好说话，赵福安硬的不行来软的。当初的事是我们不对，我给您赔不是。何医生，您看当初舆论也反转了，我们也受到报应了，您就原谅我们吧。我们家情况你也知道，您看能不能再飞过来一次帮我妈做手术？机票钱我出。这次我们保证安安分分，手术完我给您送锦旗。我没说话，朝着赵福安母亲问道，你老公呢？他怎么不在？赵福安母亲一脸懵，我老公？他早死了，死了10多年了。赵福安愣了一下，似乎是反应过来了当初骗向南的话。我摇了摇头，我不能飞过来，我已经不接飞刀手术了。如果你一定要我看，那你就来北京挂我的号，或者你去其他3甲医院也行。说完我挂断了电话。当初连3000块钱都不肯出，现在让他们去北京，
这不是要他们命吗？听小张说，赵福安消停了好一阵，后来找了以前做生意的人脉，难得有一个医生既能做这个手术，又愿意飞过来。结果一切都谈妥了，那边突然反悔了，说不接飞刀手术。赵福安气得破口大骂，想追问原因，对面却怎么也不肯再回复他，只留下一句不想被举报。只有我知道，那个医生是我的师妹，向南的师姐。她一跟我说有个病人要做膝盖关节修复，地点还是民安县，我就知道是赵福安母子了。这个研究方向的前几名基本都是我们同门，大家毕竟有了我作为前车之鉴，都知道飞刀是不可取的。现在拒绝赵福安，不过是拒绝一个不合规行为而已，可绝对不是我给他穿小鞋。最后赵福安实在找不到人，在做不做手术中纠结了好几天，决定带着母亲去省会完成手术。毕竟省会更近，相对来说比去北京上海都便宜些。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异地就诊远比他想象的复杂。这个手术普通医生做不了，只能挂专家主任的号，而专家主任的基本都需要排队等床位，最快也要将近1周才能排上。为此他不得不带着母亲先在省会住下，光是旅店就要住好几晚。不像在民安县医院，就算当天回自己家也就几10分钟车程。好不容易办理了住院和手术，术后休养还要1周。这次他们不敢再提前出院，老老实实住了1个礼拜，又多花了一笔钱。最后要走医保报销了，赵福安发现异地医保报销的比例比本地低不少。一通折腾下来，这次手术比上次多花了1万多，这比要他们命还难受。也不知道赵福安是不是后悔了当年举报我，现在斩断了自己的退路，偷鸡不成蚀把米。